坐等，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老范读评。换个眼镜儿，新剃的头，剪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顺利啊，就是有时候这个抠边就抠的不是那么好，然后对，稍后我去发一个通知，说我们直播开始了。然后，咦，这儿呢？好，我看看啊，这个时候居然还能有沙发，对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呗。看范老师明天讲苏超足球，这次能火。苏超这个得给抖音磕一个，抖音也想给苏超磕一个啊。坐等啊，欢迎。这个晚上好，晚上好，这个你的时间是正好正好。好，好像今天人不是很多啊，不重要。我们来这里。31个人，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啊？好，我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星舰9飞事故分析里头啊，有人说是 3D 打印就是个坑啊。这件事儿呢，也不能这么想，因为像它 3D 打印确实有很多原来咱们传统机械加工工艺里头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因为传统机械加工都是我们先整一个钢块烧红了以后，砰啷砰啷把它砸实诚了，然后呢再去进行切削。而 3D 打印的话是直接在一个形状上去成型的啊，然后没有经过锻打，没有经过折叠，没有经过所有的这些过程，所以原来解决的很多问题，现在就等于没有解决嘛。但是我相信呢，有一些新的工艺，呃，有人踩过坑以后，他们还是可以能够找到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 3D 打印的话，我记得当年在 3D 打印概念特别火爆的时候，我们专门研究过啊，因为也找过 3D 相关的公司准备去投资，虽然最后没有投吧，但是当时也是发现说这真的是人类整个机械加工的一次大的飞跃和革命。因为原来都是做减法，就是你要有一大块的金属，然后把它削吧削吧削成一个你要的样子啊，或者是说我在一个完整的金属上去进行锻打啊、塑形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冲压，甭管是冷压还是热压啊，但是呢生长的方式呢是第一次啊，一些比较特殊的形状原来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形状，完完全全可以靠生长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啊。那么不要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有问题我们就把它扔掉啊，还是要稍微给它一些耐心的。好，继续。这个鸿蒙开发者往 GitHub 里灌水这件事啊，有人说了，说其实光是跑到上面提什么要支援鸿蒙就十分失礼了。毕竟别说是欧美人，连中国大陆持有鸿蒙系统纯血的人都还不算多，况且还是开发环境，这样跑上去要别人支援什么的，他只会觉得头脑真的有病。这个我倒不太认可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开源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你如果大家都是使得很习惯了，再开始去请求支援或者自己去做的话，这个技术就不发展了啊。大家在有一些新的技术的时候，也是会上去请求支援的。像我以前投资过一个项目是做这个，开发板的，开发板的话就是
里头有 ARM 芯片啊，它是用的珠海全制的芯片，然后呢，做一个很小的这种小型电脑吧，实际上就是 ARM 的芯片上面有一个小的电脑，然后呢，他就去各个地方去做兼容啊，他当时卖的还是很好的，卖的好的一个最核心原因就是，它兼容大量的 Linux 的不同的版本，以及各种的这种开源操作系统版本，有一些呢他自己做了啊，然后有一些实在是做不出来呢，就请求人帮忙。那请求人帮忙，人家没有怎么办呢？他说给人写信啊，你好，我是做什么什么的啊，你看有些东西我已经做好了，然后呢，你这个系统呢，我现在调不通了啊，有什么问题，你帮我处理一下。实在搞不定，他给人寄一块去，说我给你寄一个来，啊，然后呢，你看看我这有什么问题，你帮我处理一下。就是开源圈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啊，而且大家也很习惯这种方式，只是呢，我强调了半天就是要讲礼貌啊，这种完全没有礼貌、完全由机器上去发的这个帖子，还是会被大家讨厌的。继续啊，这个小米玄界 O1的 CSS 风暴这个里头啊，有人说了，说据说联想也在找 ARM 定制了，如果联想都能推出的话，那就真相大白了。我觉得 CSS 这个事情呢，还是 ARM 自己可能是定位不是特别准确啊，因为这些做 ARM 芯片的人，除了高通、苹果和谷歌之外，其他的呢，都是在 ARM 的基础上进行定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到底是 ARM 出了多少力，然后这个团队自己出了多少力，然后做了哪些的调整，这个事儿呢本身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界限啊。结果他自己整了这样的一个套餐出来，对吧？然后就说你们都用了我这个套餐，我相信像小米这样的公司呢，应该甭管他原来有没有签过 CSS 协议吧，现在至少是大家都不承认了啊，小米也不承认了，ARM 也说它不是啊。这个过程，你说你虽然可能没有签过 CSS 协议，但是里面你使用的服务啊，采购的各种的技术支持，可能未必比 CSS 少啊。但是你只要没有签这个协议，或者我虽然签了协议，但是附带保密协议啊，你不允许出去说，这个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不用想着说，哎，谁谁谁做出芯片来了，那就是有 CSS 啊，这个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后面还有人说了啊，说玄界 O1是小米玄界团队历时4年多自主研发设计的3纳米旗舰 SoC，其中基于 ARM 最新的 CPU、GPU 标准 IP 授权，但多核及仿存系统级设计，后端物理实现完全由玄界团队自主设计完成，并非网传的采用 ARM 提供的完整解决方案。所谓的向 ARM 定制芯片，更是违背了事实的无稽之谈。哎，这是小米给的这个官方回应啊。我们就看这篇官方回应吧。你想，4年多的自主研发3纳米 SoC，对吧？咱们就看这几句话。4年前有3纳米吗？对吧？大家想一想啊，4年前有没有3纳米？然后呢，采用 ARM 最新的 GPU 和 CPU 标准 IP 授权，这些东西是4年前就有的呢，还是说2年前有的呢？对吧？这个有可能说小米我这4年一直在干，但是呢，前面可能是一个预研状态，大家写写报告啊，找人聊聊天，打打屁啊，对吧？这个你也可以算它是4年研究，但是它最后拿出来的这个芯片，基本上都是过去可能2年之内的技术啊，把它攒在一起了啊。然后至于其他的，你做了所有的这些修改，CSS 里头是包括这些修改的。你修改完了，人家还帮你调错误呢，对吧？而且现在的话，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小米15S Pro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特别是它的外挂基带、外挂的这些供电模块，就是它的续航、它的稳定性以及它的这种发热，要比使用高通最新芯片的小米15 Pro 还是差那么一些的。对吧？那么，我觉得真的没有特别必要说这个事儿就一定是我自己设计的啊。强调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
为了安慰屌丝那些躁动的心吧。对于我们这些工程师来说，我们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句话里头有好多好多 bug。然后再往后啊，说明一个事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芯片是不是中国设计，而是大家真正关心的是芯片是不是中国造，设计的分量不值一提。所以在能够制造之前，还是低调点发布自主设计，不然容易让喷子兴奋。现在中国的喷子得什么都喷啊，喷华为、喷小米、喷所有东西，对吧？这个只要是你说中国有任何东西了，他都上来喷。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芯片做出来，然后能够让它在手机里用，甭管用的怎么样吧，至少是第一次我用上了，对吧？这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都是值得骄傲的啊。你如果说，哎呀，你没有造啊，这个你就不行啊，你是这个不值一提，那这个就狭隘了啊。在全世界上能够用 CSS 方案把芯片做出来的公司也没几个啊，这个有小米能把它做出来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对吧？至于说你造出来了，哎，造完了还有人说啊，你这个不是0到1啊，你没有人3纳米的好，对吧？这个我觉得你要这么想的话，就是中国人一无是处就好了，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好啊，这个今天应该是天下太平无新鲜事儿啊，这个你还能惦记什么事儿呢？这个 CRWV 是啥？不太了解这个词啊，来了啊。这两天应该有人出不来，对，今天看内容的人就少，对吧？一般不是很好了，可能待一会儿会好啊。这个今天网络环境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我就不去调它了。一般像这种的话，过一会儿会好，确实有点卡啊。今天网络不怎么样，现在是卡的啊，没觉得有什么骄傲，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恨。我觉得能把东西做出来真的挺难的，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卡了啊，对，是有一点点。好，现在应该已经好了。那么怎么进去？什么意思？好啊，我们继续。人形机器人格斗大赛啊，这个里头有人说了，说都是手柄遥控，还不如打拳皇97动作流畅。这个打拳皇97，这都是哪年的事儿了，对吧？应该不是1997年的事儿吧？我忘了拳皇97是哪年发布的了啊。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这是在物理世界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干扰因素会干扰你的这个操控，对吧？你拳皇97它不会说倒下呀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最多也就是穿个膜，对吧？但是你真的整一个机器人放在那里，一个物理的机器人放在那里，这个还是挺划时代的一个进步啊。大家不要觉得像语数这样的机器人，对吧？跳个舞、耍个手绢然后举个大遥控器，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很 low 啊！千万别这么想。你就像我买的大疆无人机似的，呃，那个里头飞控系统、稳定系统，还有各种各样的 AI 系统也是很复杂的而且它还可以把这东西做得很便宜打的全世界其他无人机厂商或者叫民用无人机厂商满地找牙。这个大家还是要看到其中技术的价值啊。再往后说这些机器人整体就搞些这种花活骗国家补贴，不如美国实验室里的机器人。千万别这么想。你就像无人机一样的就是美国当年实验室里头有各种无人机，也有做的很多很好的但是最后还是打不过咱们。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大量的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了，然后我们可以在市场迭代的过程中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降低成本，然后最后它就没法跟我们去竞争。像这种就是你能够站在地上，一个机器人站在地上，对吧？1米多高，然后花拳绣腿耍一遍，然后没有趴下，就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啊。我是飞过这种
就是不带飞控系统的无人机的，就是很小的这种无人机，跟我们去飞大疆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机器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给它一个遥控玩具，跟这种带有这个 AI 系统，虽然它现在没有办法自主去运动但是呢，它可以自主去进行稳定啊、姿态控制啊这些东西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就相当于我们把小脑做好了。美国人你可以说，哎，我去研究一下怎么做，做完了以后，没准他也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来，但是在市场面前，他还是打不过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诶，怎么就没有评论了呢？我看一看是不是评论掉了，看一眼啊，没有啊，这个评论还在啊，没问题。这个，那你们不评论，我就接着往下讲了。反正今天人不是很多，我就继续。这个白富寺游记英语版，有人说了说能够选音轨吗？北京味儿英语怪怪的。这个里头先讲说这个它是由 AI 配音的我是把我自己的语音交给了剪映然后呢要求剪映使用豆包的这种克隆大模型去进行的这个配音它可能确实是有一点北京味儿，因为我说普通话说中文是有北京味儿的，所以它也有可能是把这个英语稍微的改变了一点点另外呢，这个 YouTube 多音轨这件事儿我还没研究明白我现在只研究明白了这个呃单音轨它是可以上多字幕，好像是有多音轨的功能，我去研究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看看怎么能够去调整。但是因为上完英文以后，它的时间呀什么的，有时对不太准了。因为这个正好下一个问题说工作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想听女神给我读文章这个工作流是这样的，就是我先做了中文的我整个的工作流，第一步呢，我肯定是出去拍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2个拍摄设备，实际上是3个拍摄设备就是我的大疆 Action 5，然后这个叫做大疆的这个 Air 3S 的无人机，还有 iPhone有时候照片是 iPhone 拍的。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东西拍完了以后，剪的过程就真的是极其艰辛了我大概剪了有整整1天，剪的我都吐掉了。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大疆无人机拍出来的视频呢是，有的时候抖动起来，你看着是很晕的这个非常难受然后把它整个剪完了以后，再完整的重新配音我是把所有原来的声音都删掉，然后整个重配了一遍中文的音，然后再加字幕，再去校对这样做出一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呢是在会员频道里头放了2周吧，这是第一次把会员频道的节目放到公众频道里去，然后再把这个20多分钟的节目拎出来去切段因为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剪映要想让它配音呢它是必须要小于5分钟才可以去干活，所以呢我先切成4分多钟不到5分钟一段一段，大概切成4段大概切成了5段，然后都配完了以后呢，再把原来这个视频拿出来，再把这5段声音拼进去重新渲染出来的一个结果，大概是这么出来的在这个配音之前先把这个自己录的一段声音放进去，说照这个给我改然后他就可以一模一样的照着你的话音给你改出来他整个这一次做的结果呢，感觉是有点快因为第一个我自己英文不是很好是很不好吧，应该这么讲然后呢，我们去做了这个配音以后，特别是中文的语速，我觉得我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3年多，可能快3年半的吧，这个 YouTube 的锻炼，语速呢已经在缓慢的提升了。然后你要用英文这种表达相同意思，这个音节很多的这个话，在同样的时间里头把这些东西都念完的话，这个确实是要稍微麻烦一点点的它可能语速会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
以后再想做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最好不要自己去念了以后让英文去翻译，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校对好稿件，然后呢让英文啊或者让大模型翻译成英文的稿件，然后再让这个语音大模型用你自己的语音去念这个稿件啊，这个可能会好一点点因为像我现在讲的其实就是口语化很重我讲了大量口头化的这个口头禅口语化的这个内容，然后你再让这个剪映通过听译的方式因为它听译的话就有很多是错的因为有人也在里头提敲钟的事情，对吧？这个应该是 bill 但是呢，这个剪映就翻译成了 clock clock，所以这个就不对。你说你不能够去敲一个钟表，应该是敲一个 bill 一个这样的钟这个反正还是有些错误吧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并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个流程。以后呢，也许我会尝试再去做，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太想清楚，就是一旦我把它写成稿件，让这个系统去读的话，怎么能够把画面跟声音配得很好这个事情我还没有想明白。因为如果你说我就不管画面跟声音的同步，我就只管夸夸夸的去让它念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说我前头有画面，后边有声音，想同步的话，特别是要翻译同步的话，这个还是有些难度的。好继续。这个说机器人操控简单的，大概都是日本机器人动画看多了学对的。这个玩意儿没有那么容易高达都是声控的这个东西也可以声控，就是你可以告诉这个语数机器人说这个回旋踢左勾拳都是可以的。这个太早了，大家都还没起来呢也行吧。现实还是难的。以前打比赛的时候，仿真完，还得实地调很久，有时只能祈祷展示的时候不出毛病。但展示的时候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遇到问题不着急，就算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了。看到了一个机器人不听从指令的视频，叫他停下来，机器人不予理喻是真的吗？这个我觉得不要研究它是不是真的你只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环节里头到底哪儿错了就行了。完全做对是个偶然情况中间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才是正常的。那个英文版主要是稿翻的有些小瑕疵，其他挺好的。是的，因为它是听译的就是你像我现在一般做的这个中文字幕都是我需要校对一次，它里头还是会有一些错误但是这个如果我现在能够把中文字幕给他，然后让他去照中文字幕翻译再去念的话，到底怎么样？我现在不太确定因为现在整个的工作流确实不是那么顺。这个枫叶焕然一新对这个枫叶就是用Layout 去做的这个做完那个 Layout 那个视频以后，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说我要用这个封面。碟中谍8没看这个碟中谍7我就没看，所以我就懒得再往后看了，实在是。来了点赞欢迎。我还以为那期英文是水的一期呢，没有。这个英文呢是叫各种新技术尝试，对吧？还是挺好玩的对 ，Codex 今天上来了，我还没试呢。最近实在是没有什么心思写程序我准备明天去这个叫做什么？叫疯狂星期四北京有一个叫氛围编程的一个厂明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7点，我可能中间会溜过去玩去就是我的以前的同事叫江变他会去组织这个活动。我不一定一早就去了，但是我应该会跑去玩耍一下，在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然后呢，他们应该是一个里边有个咖啡厅吧，我去 Twitter 上给他
转一个明天过去玩耍。对，对，明天应该会过去，然后如果网络允许的话，可能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直播。花这么多精力做英文的，有点不值，你的观众对这个需求不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所做的呢，并不是说，希望去获取英文用户啊，我所做的只是说，技术已经发展到这儿了，我总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摸一遍。啊，当然这个视频确实看的人很少啊，这个视频大概只有1000多次播放，像我正常的话，一个视频应该会有上万次播放，那个视频只有1000多次。但是也挺好玩的，就是工程师的乐趣就在于解决问题，对吧？你像我也解决了很多问题，虽然整个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最终还是做出来了哈，这个我会觉得很开心的。英文版的寺庙视频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虽然英文翻译有点词不达意，但是大疆无人机的拍摄还是挺清晰的。对啊，大疆无人机是4K 60帧啊，而且那个是1英寸的这个 CMOS 底，对吧？跟我这个大疆 Pocket 3的 CMOS 底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效果非常的好。疯狂星期四听起来好像 KFC 啊，它不是，他们呢是这个，我看看应该怎么讲啊，就是叫做，呃，这个就是氛围编程啊，就是一帮不是那么会编程的人，大家一起来编程啊，这个所以他们是欢迎独立开发者啊，这个2025年6月5号10点到19点，地点是叫呃森西咖啡啊，叫新奇咖啡，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店啊，这个不需要报名，到了点咖啡加入群聊即可啊，所以我明天准备去玩这个东西去。然后可能会去现场直播啊，也有可能会直播了以后再回来再去录一些这个节目啊，也是比较好玩的事情。老范转发 X 的节目分享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这个直接转的曝光量会很低。哪块儿啊？我一般会在上面写一句这个明天去玩耍啊，这个发现右下角的评论头像好像都没了，这个反正有的时候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不，这个大家都在努力的更新代码，都在迭代。今天去小米之家不顺带，这个不顺带来个直播嘛？今天没去小米之家，今天哪儿去小米之家了？而且在小米里头，直播也不是那么方便，他们的网不是那么好。卡顿了，可能要再待一会儿才能搞好啊，稍微等个可能1-2分钟。呃，拼多多财报暴雷，股价暴跌这条，有人说了啊，Tmall 上的东西都是 local 了，这个中国发货的东西都没有了。也是需要适应嘛，中国发货的东西确实是，你需要加这个运费啊，确实非常麻烦了。而且呢，现在 Tmall 最大的问题不是东西都变成 local 了，而是大概有接近一半的流量掉了啊，日活在掉，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但是也没办法，你中美两边也做不出一个结果来，对吧？现在川普说，我这个礼拜就要去跟谁谁谁打电话啊，这个礼拜一定可以搞定。然后呢，你问咱们的这个外交部说这事儿无可奉告啊，不知道这个，所以咱们还是要看最终的结果。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坏啊，这个最后呢还是会达成一些协议，双方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呢也算是把川普
摸明白了吧？就是说你各种极限施压，各种的这个疯狂表演，最终你还是要把这个生意做下去，你也不能说我今儿就不做了，对吧？这个事儿你又受不了，所以只能是这么往前走。虽然可能在长久这个未必谁赚便宜谁吃亏，但是现在呢，这个中国还是有一点点得理不饶人的这个态度啊。你跟其他任何国家啊，你都不能这么干啊，就是美国，你跟其他任何国家你都可以强硬，但是跟中国呢，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世界工厂，你离开咱们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经济损失，还是挺麻烦的啊，短期内比较难以替换啊。但是这种事情干完了以后，你肯定招人恨啊，就是川普肯定恨你啊，而且美国的上上下下可能都会恨咱们，最后也许会自食其果，或者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报应回来，但是至少这一轮，我相信最后还是会得到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结果的啊。这个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当时这个威尼斯商人里头这个很坏的奸商啊，他们干这个事情，就是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他得逞了啊，但是后面这个再看。下一个啊，这个饮料机买饮料被骗买保险，这个实际上是个帖子，这个真的是气着我了啊！我那天是在一个饮料机里头啊，当时也是渴了，想买瓶水喝，买完水以后呢，他说你这个需要做人脸识别，再做一次人脸识别，然后就从支付宝跳到从微信跳到支付宝了，跳完了以后呢，这个就直接给我买了份保险。那个直接给我气坏了。最后，投诉完了以后，到当天下午，支付宝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您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个客服骂了一个狗血淋头。我说你们太过分了，不能这么干啊，对吧？我说你这个就完全属于欺诈呀。我说你必须马上给我把钱退回来，对吧？我啥都没弄呢，你给我买了份保险然后我要去退保险，你还给我这个要求48小时审核。我说你们疯了吧你们！当时把他们臭骂了一顿，骂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家也没什么办法，肯定是秒退了嘛，直接给我把保险退掉了。说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要求你们处罚他，你不能这么干这个事情，对吧？这个完全属于欺诈，对吧？这个在这个帖子下头就有很多人说这个太过分了啊，有点太瘆人了啊。有一个人呢留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说为什么是售卖机的锅，而不是支付宝的锅？你为什么不去骂支付宝，而去骂这个售卖机？因为我们以前就干这个活啊，不是我干，就是我非常了解这些人是怎么干活的。就是支付宝也不会允许你这么干，微信也不会允许你这么干。然后呢，这些人为了在里边去卖这个保险或者为了在里边去夹带私货，他们一般怎么干呢？就是他要在微信里边扫码，扫码了以后呢，如果你在微信里头去卖这个保险，肯定会被微信处罚，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呢，他跳转支付宝，支付宝呢就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他可能认为这就是一个新保险客户，我就跳进来了。然后呢，支付宝说，那我就老老实实的让这个保险客户来进行人脸识别，如果识别通过了以后的话，我就把这份保险卖给他，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就是支付宝的一个大的逻辑，对吧？所以对于支付宝跟微信两边呢，他们都没有进行相应的这种审核或者说完整的审核，因为它也没有完整的这个链路在里头。就很多设计这种骗人套路的人呢，就一定会想办法，比如说在微信做完了以后，也支付完了这个界面你要去跳走，跳的时候呢，以前是不允许跳支付宝的最近因为拆墙活动现在就是各种的拒绝2选1拒绝垄断现在是可以跳支付宝，但是跳完支付宝以后，对于微信来说，我的事儿干完了但是对于支付宝来说，我得到了一个新用户这个人是来买保险的，对吧？所以他就把这个审核的过程给你跳过了谁都不知道你是被骗了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去检测，所以这个东西呢，只能是这个售货机它呢选择的这个叫做什么呢？选择的这个支付应该我们就管它叫第四方支付的那种支付方式他们去干的这个坏事儿。像我们以前在这个支付方式里头做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最后给你推游戏后来发现游戏的转化率实在太低完全没法整，
就是大家支付完了就再不看了，就是你在这里推游戏根本没人玩。后来我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在这个支付最后去变现呢？是在后边去做轮盘啊，就是做一个大转盘，推各种优惠券，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付钱嘛，付完钱了以后，你说我给你有一优惠券啊，给你抽个奖，抽完了以后给你个几分钱啊，或者做一个，有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礼包啊，让你去抽。这个呢，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把用户留下来啊，跳出率就会低一些啊，然后再去引导他们去做别的事情。啊，这个都是我们以前见过的啊，甚至还是有一些上下游的公司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像现在这样，直接砰跳出去卖你一份保险，我也是头一回看着，惊着我了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很瘆人的。好，继续啊，我在 X 上也看到了活动通告，还是北上杭的这个创作氛围比较浓厚啊。对，这边北京确实还是比较好玩的。国内的大疆 Insta360快把 GoPro 卷没了，是的，未来的机器人很可能也是这样。GoPro 从上市到现在，股价已经跌去了99%，现在基本上是在倒闭的边缘晃来晃去。就 GoPro 作为运动相机的发明者，对吧？到现在基本上被大疆跟 Insta360给卷死了。现在国内还在不断的出新品牌，准备去卷大疆跟 Insta360呢。这个非会员第一次赶上直播，你原来是会员吗？啊，这个不知道了。刚才看会员视频，然后发现有个直播，啊，对，我的会员视频里的内容已经很多很多了啊。他们的二维码里多套了一层吧，不是多套了，就是做了一次跳转。这个就是支付方啊，实际上就是做支付的这帮人自己做的这个跳转。Timo 现在流量大概是都在踩坑型博主那里，这个最近刷了好多了啊。这个 Timo 现在的流量确实会下一些，差一些。你之前转魔方用的是8355嘛？什么是8355？这个不太了解啊。GoPro 全世界都被卷死了，不仅仅是国内啊，被 Insta 性价比给打爆了，被大疆的花火整自闭了。大疆呢真的是贴脸开大啊，基本上是贴着干。Insta360还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特别是 Insta360这个360度的这个环景相机，然后以及这个叫做自拍杆消失术啊，这个还是有点创新的。大疆据说今年要去出这种360度相机，准备接着跟 Insta360干一仗。Insta360叫影视科技嘛，到现在也没上市。这次交表好像又失败了啊！原来还专门讲过一期，说他们交表失败了。这种方法获得了用户有多少能够留下？加上大量投诉，应该会被支付宝处罚。他们这样做值得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是不注意的啊。然后呢，这个支付宝通常其实也不会处罚他们啊。这个一旦有人没注意的话，这种保险你买完了以后当场不扣钱，第一个月也不扣钱，它是从第二个月开始扣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忘记啊，然后你就一直每个月就扣下去，它还是非常非常挣钱的啊。这个对于支付宝来说，对于微信来说，你给我介绍了一个买这个保险的人进来，对吧？也是挺好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有保险的 KPI 能够完成啊，所以一般不会去处罚的。支付宝跳保险这事儿我也碰到了，上次差点气死我。支付几万块提示风险，然后不让我支付，然后引导出来买保险。我以为开通了，就能降低风险，结唱歌，结果开了，让我去买保险，差点没气死我啊！回去再支付，还是过不了。对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二的东西。卖保险就是完全是这个保险公司买的一个特殊的广告啊，它等于是你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该是阳光保险干的活啊。然后，他就说我买了广告啊，
对吧？至于我买了广告，它放的不是特别合适的位置，下次我去通知广告投放商啊，你这个有问题也就完事儿了。这种做保险分销的公司，哪怕支付宝封了它的公司主体，换个马甲也很快。对，不会封它主体的。你看支付宝怎么可能把阳光保险封了呢？不可能的，就是一个中间的代理机构啊。想到中国电信那个哄老用户签新的这个送免费手机，结果搞了个成分期的事儿。对啊，我现在还经常接到电话呢，说你好，我送你一个手机，我说我不要，他说手机我白送给你的，我说那我也不要，对吧？这个事儿挺多的。封面终于用上了，有点意思啊，是。以前被京东忽悠买了个首月免费的保险，结果忘了退了，就这么，这个忘记被续了1年。对，现在大家都是这么干，第一个月免费，然后你忘了以后呢，就一直续，一直续，一直续。我还真的买了支付宝里的100万医疗保险，要退吗？这个你自己决定啊。你如果觉得挺划算的，你就接着用下去。好啊，我们继续。谁是车圈恒大啊？这个还是挺多人去回复的。有人说了啊，伯克希尔哈撒韦啊，自从2008年买了2.25亿股比亚迪之后，未增持过比亚迪。占比增高是因为比亚迪回购注销被动提升了占比。08年卖的股份，08年买的股份只占伯克希尔哈撒韦仓位的0.5%，属于观察仓位。对，因为这一块我当时看了以后也是觉得很怪啊，因为08年买了以后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而且后边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我以为它一直在加仓呢，没有仔细进去查。这个现在看来的话，有可能是比亚迪后面注销了一些股份啊，使它的比例上升了。我觉得你不用去研究这个，呃，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2.25亿股比亚迪到底是占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仓位多少啊？咱们还是研究它占了比亚迪多少，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继续啊，这个是伟大不掉，大而不能倒，大到国家不敢让它自然死，这就是阳谋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呢会有一个错觉啊，就觉得我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会大而不能倒，国家会保着我，不会让我死。这个我觉得都是想错了啊，国家才不在意这些事情呢。很多人觉得恒大也是大而不能倒啊，对吧？那你到真的该倒的时候就让你倒。而且你想，恒大房地产商上上下下跟多少地方政府有关系？他只要拿地就跟地方政府有关系，有多少人在里边会倒霉，对吧？最后不还是死了吗？而且是把人抓进去，对吧？这个，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比亚迪已经大到不能倒了，没有谁大到不能倒的，不用想这些事情。继续啊，说这个现在全行业都难做，自然激进的企业都有恒大的苗头，比亚迪完全和恒大两个概念。再说魏建军也不知道恒大为什么倒台，恒大倒台有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盲目扩张无数个因素，有几个类别有几个类似别的企业不代表什么啊，比亚迪缩小规模就可以了。要彻底倒台，起码5、6年，比未来要晚。我觉得啊，你也不要说，魏建军不懂恒大怎么回事啊，你也不懂啊。这个恒大倒台呢，肯定是非常非常多的原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比如说，它赶上了经济周期，赶上了疫情，赶上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肯定是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的。恒大前面去借债的时候，去做各种激进的发展的时候，肯定也是找经纪公司或者找这种财务公司去做过测算，是觉得可以承担相应的后果才可以往前做的。特别是他要去发债，对吧？他跑到美国去发美元债的时候，也是有一堆的美国的这些投行给他做过测算，还要给他做评级，才能把这债卖掉，对吧？所以这个不用去想说，到底怎么回事，里头怎么回事，不要阴谋论这事儿，没有任何意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谁跟哪两个企业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跟这个
恒大不一样，那跟恒大哪不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你去比这干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既然有这个苗头了啊，我们以恒大为界啊，咱们去引以为戒，去分析一下，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至于说未来到底倒不倒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未来我觉得也比较悬啊，因为越亏钱越多，今年到底能不能盈利还不知道。据说他准备第四季度实现单季度盈利啊，这个非常非常难。他的乐道卖的也很差，未来现在整个的车系都卖的非常差，而且在这么差的情况下，他没有研究说我怎么把原来的车卖掉啊。现在李斌在干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是说我今年准备再出几款新车？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样的创始人，知道吗？最害怕的是腾讯的创始人。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不说这个腾讯出来的人创业很厉害吗？我告诉你，腾讯出来的创始人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当他发现原来那个产品做的不行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多做几个产品，多加几个功能，对吧？他不会想着说我怎么把原来的东西改好啊，怎么能够减法啊，他都是想着做加法。李斌现在还在干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是会玩死的啊，这个是不能这么玩的。我觉得他依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盈利的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还在不务正业。前两天还出了个电动两轮车啊，疯了吧？现在还等着你出电动两轮车，你卷的都过这个什么雅迪呀、什么这些什么那个叫什么牛，对吧？你根本卷不过这些人。现在你还出两轮电动车，疯了，完全是就属于瞎花钱。继续啊，说电动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补贴，美国、中国、欧洲都是如此。这个欧洲、美国确实也给了一些补贴啊，主要是购车的时候给了一些补贴。但是现在呢，其实你把补贴去掉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现在电动车至少是中国产的电动车已经完完全全可以跟油车去正面竞争了啊，没有问题了。欧洲你现在再产出新的电车来，可能还竞争不了。然后这个，特斯拉呢，你至少以中国的售价，你到美国去把补贴取消了以后，去跟油车竞争，也是有竞争力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政府要干的事情就是扶上马，这个然后呢，这个送一程，后边的是可以自己跑的。如果一直要靠政府补贴的话，这个事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往后啊，还有人说合资厂啊，我觉得是倒不了的，人家都是央企，银行的钱可以不急着还。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合资厂，比如说吧，广汽，对吧？广汽呢是一个集团，广汽未必会死啊，广汽确实是一个大国企央企。然后呢，广汽下边还分广汽埃安、广汽的一大堆别的品牌，还有广汽的这个叫做什么广汽本田啊，广汽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合资品牌。它最后呢，广汽活下来了，然后广汽的这些电动品牌活下来了，然后广汽的合资品牌就死了啊，它是这么个死法，也没有任何问题。耶，空空的，阿里的互助宝才是直接抢钱，比 P2P 还恶劣啊！没玩过这东西。今天敢开播啊？这个其实没有，今天啥也没有，我们就这个该干嘛干嘛呗，就是你就当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过不就完了吗？就是中间代理干的啊，封是封不到阳光保险的，保险分销公司特别多，全互联网这个钻牛皮全互联网贴牛皮癣，都是艺人公司，就是它都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跳过的。用虚拟信用卡一次性支付会不会避免连续遗忘性支付？其实有点难啊，你就是还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吧。用滴滴清单或者是苹果提醒事项提醒啊，肯定忘不了。呃，做这种生意的人呢，不是说谁能忘谁不能忘啊，他还是说转化率啊，有多少人会转换过来，有多少人会忘啊？至于你忘不忘，不是人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国家考虑的是产业和金融风险，考虑的是怎么拆弹啊，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威胁到一个主权国家。是的，啊，这个
对这个画债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研究了啊，这个是另外一部分讲的。就是有阴谋啊，也不会让你知道的。这个我是从来不愿意以阴谋论去揣度这种大事件的前进啊，因为这种大事件里头，就是像恒大倒台这样的大事件，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我想想应该怎么讲，就是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啊，很多的偶然因素在里面啊。阴谋你要想让它成功的话，一定是不能有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在里边。乐视倒台才是必然的。我们公司在他暴雷前给他合作的414做活动，没有一点敬畏之心，找了个播音员刘建宏当 CEO，一般完全不懂经营的人啊。这个乐视其实也没法说这个事儿。在中国呢，老板呢喜欢玩这个叫帝王心术，孤家寡人啊，然后呢，下边人呢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贾跃亭到底懂不懂？贾跃亭呢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不懂，所以就找一帮人相互糊弄啊，这个所以就是膨胀到一定规模以后容易出问题。做产品最怕的就是核心业务没转正，就疯狂开发新产品，在找到正确的盈利模式之前，开发赔越多啊，分分钟就把核心业务给拖垮了。这就是未来现在干的活儿。快200人了啊，大家点赞了吗？啊，对，赶快点赞去，终于恢复正常了啊！我感觉现在的电车，磕国补这个药磕上瘾了。这个现在这个车你不给它国补，他们也能卖得很好啊，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又赶上了一波啊，没问题。这个昨天被朋友邀请坐上他们家买的比亚迪最高级的电车，挺好玩的。只要告诉他，就可以自动打开天窗的这个上面这盖儿是吧？就可以就是没有自动带上安全带的功能啊。安全带你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你拉这个东西嘛。我现在用 AI 最多的就是 Deep Research 啊，不来几次不舒服。对，我现在每天都用啊，还是很开心的。阴谋太精巧，现在是完全不可行。如果没有新冠和这个川普贸易战，难说恒大倒不倒，是这样的。我知道的一个绝对的垄断企业都在拆分一些分厂。是的，就是拆完了以后，他把很多的不良资产就重新这个处理掉了。啊，又赶上了一波啊，这个咦，有这个会员没续上啊，赶快把小班子给你没收了。你要不说话，我就想不起来给你没收了。你上来说话，赶快给小班子没收了，或者待会儿补个会员，我再给你加上。安全带可不能自动系上，这个没有啊，这个我记得以前是有这种自动系安全带的这个车的，啊，原来看美国电影的时候有过啊，但是后来好像就不是很流行了。反正赶上直播了，点赞，对，一定要去点赞。问朋友为什么买比亚迪不买特斯拉，他们说要支持中国产品啊，这个没必要，还是特斯拉比较好。以后安全带变成跳楼机那种机械装置，要能语音指挥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讲这么恐怖的事情。好，继续啊 l a v a t 设计师的垂直 AI agent。现在说了很多模型，大多数的时候啊，这个细节无法控制。现在，据说有一个叫 Flex，Connect 的模型啊，这个细节可以控制的非常好，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去用它，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用 Flex 模型，挺麻烦的。然后，这个 Lavat 出现是不是和美国 AI 的差距又拉近了一点？我觉得啊，咱们不要老想着说这个我们领先了还是美国领先了，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咱们就是大家一起再往前走就行了，对吧？而且这个 Lavat 的公司是在美国啊，它不在中国，虽然是一帮中国人，
对吧？但是人家是完全在硅谷注册的公司，所以你说这到底算哪儿呢啊？不要那么狭隘啊！别老说我美国强了还是中国强了，没这事儿。再往后啊，作为设计师啊，看了范老师这一期介绍以后，暂时舒了一口气。别这么想啊，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编程工具的时候，你看我是程序员嘛，有这个辅助编程工具的时候，一开始觉得是啊，我们可以有一些提升了啊，但是才过了那么一两年，对吧？现在就是说程序员已经要这个都没有工作了，大家都是可以干这个事情了。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说，现在已经有人指明方向了。虽然这个细节做的还稍微烂了一点但是呢，方向是明确的，大家就照这个方向冲就可以了，是可以做出有趣的东西来的。还有人说了啊，说我本职是做艺术设计的，AI 的优势是可以快速出大量的设计素材，也可以提供视觉参考。我觉得目前 Sora 界面生成的单一视觉元素的指令依从性是最好的。Lavast 的优势在于可编辑的图形界面，对于小项目的设计工作，比如平面设计是颠覆性的。按照这个趋势，未来世界的所有创造力来源就是算力啊，这也意味着设计师或者艺术创作工作者地位越来越被动啊。如果没有突出的个人风格，就会被提示词专家完全取代。嗯，这个事情呢，我还是不那么认可啊。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说是一个画家吧，我更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形成个人风格啊，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绘画是一种观察的艺术，对吧？你能不能够通过观察发现其中的特点，然后再把这种特点准确的表达和传输出去，这个才是绘画真正要去做的事情。而未来的话，就是我们有更好的笔，有更好的生成工具，那么我们依然要去观察，要去思考。我们最终要做的事情，还是要把我们心中所想的这个场景，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准确的表达给受众，然后让受众能够体现到能够体会到我们所希望他们体会的这些情绪啊，这个才是真正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比较喜欢的这句话就是绘画是一门观察的艺术啊，这个未来人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思考、传递，对吧？这是我们要去干的。然后至于中间实现的过程，通通交给 AI 就完事儿了。中国车的 OTA 我害怕啊，这个 OTA 确实挺瘆人的，但是 OTA 怎么说呢，也还是挺方便的吧。点赞了，晚安啊，这个是在澳大利亚嘛，这个要早点睡了啊，早点睡吧。小鹏就是跟广汽合作，经理人模式赔死，还有各种腐败问题。后来是小鹏回归加广汽帮忙才起死回生，挖来渠道高手销售才回来。之前的小鹏也跟现在的蔚来一样啊，发的新款都卖不动。是的，所以现在蔚来的李斌还没想明白该怎么办。而且小鹏今天还干了一个特别绝的事儿啊！小鹏突然开始宣布说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小鹏今天突然宣布要跟华为合作，但是还没有宣布说到底要干什么。咱们看看这个小鹏跟华为之间能折腾点什么事儿出来吧。过几天估计会有新闻出来啊。说错了，中国电车，好吧，就是中国电车的 OTA 比较吓人，是这样的啊。那么继续。吃药直播那天啊，这个有人说了，真心请教老范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海外视频 APP 没有最基本的人性化操作？我记得十几年前，墙内的所有视频 APP 都可以在屏幕上滑动调节音量和亮度，但时至今日，油管等一干视频 APP 还是没有这种快捷的屏幕操作。难道他们就没有产品经理吗？呃，有啊，这个其实我跟他们的产品经理还打过交道，就是跟美国这些产品的产品经理打过交道，也跟中国的产品经理打过交道啊，他们是有巨大差异的。
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美国的产品经理好多是学院派。什么叫学院派呢？就是你让他去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会去思考，然后呢，根据很多的逻辑来分析，分析完了以后，就直接把产品做出来了，然后觉得挺好就完事儿了。而中国的产品经理呢，通常玩的是这个 A/B 测试就是他会看别人的产品怎么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一定要在自己的产品里去做一次 A/B 测试，做完了以后呢，看这个最终的数学模型来去决定变成什么样所以呢，他们会快速的把这种符合人性、符合操作习惯的方式去应用起来然后快速的去进行迭代。但是你说问他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对吧？你问中国产品经理说你为什么做一个滑动就可以拖放这个向上翻、向下翻就可以，向上滑、向上滑可以音量大小改亮度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不知道他说哎，我看别人也是这么干的别人这么干完了以后，我自己做了 A/B 测试，效果也不错这个比我原来那个方式效果好。为什么他是不知道所以这个不太一样。你说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反正中国人喜欢干的就真的是工匠精神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们把所有细节都给你摸一遍。美国人呢，就是在研究说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样呢，对吧？也许他那个是科学吧，反正我们这个算是技术在这个里头就会大家走向不同的方向。而且我们比如说看到 YouTube 改了什么样的操作界面以后呢，我们也会一视同仁的把他那种方式拎回来试一遍发现没有咱们那个好，至于为什么没有咱那好，咱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会挑一个最好使的留下这个是不同的产品经理工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然后深蓝汽车广告和售后再盈利的问题通过智能产品把手伸到人们生活当中，就像是公交车上把手伸进别人的包包里，只能通过法治手段来制约这些咸猪手。另外，土地增值税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售后再盈利了。大家跟政府学这个先说前面这部分吧。李彦宏原来说过一个话就是百度的李彦宏说，人们是不在意隐私的，他只要能够得到便宜，能够得到便利这些隐私都无所谓李彦宏呢，其实就喜欢叫瞎说大实话。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呢？是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在意隐私因为我们以前卖隐私保护产品的时候，就去做调研说你在意隐私吗？在意我可在意了。再问一个人你在意隐私吗？也可在意了如果有人知道我的隐私，我会浑身不舒服的。交1块钱我保护你的隐私行不行那不行这个不行。你找我要钱这个事儿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所有人都会说我在意隐私，但是呢，你找他要钱绝对不敢这个对于智能产品来说呢，也是如此他们还是会进入到人们的方方面面，把手放到你的包包里去，替你实现一些功能当然有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害怕，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买了瓶饮料，买了份保险这种这个就属于做过分了如果设计的很好的话这个会成为新的商业模式，大家会慢慢习惯这件事情至于说最后这个收税的事情呢，你就别想了因为税这个东西是强制性的，你没有政权没有这个暴力机构的话，谁也收不了这个税所以企业是不允许进行这种强制的收税的。好，我来看看这边但讲真现在中国电车品牌不出海，真的是越赔越多。对，必须要出海，就是必须要把中国过剩产能在全世界把它消耗掉。我认为目前90%的 UI 设计师赶不上 AI，因为我之前面试和合作过大量设计师，绝大多数都不懂排版和配色的基本原则。这个我倒还没有不了解因为我以前都是跟这个最顶尖的设计师去合作，都是办什么设计师比赛的这些主办者都是跟他们去合作。所以呢，觉得这帮人还是挺厉害的。创始人，脑醒目明很难得
现在小鹏汽车主打就是一两款车，砍掉不少分产品线啊，这个才是真正正确的。你到现在，反正我觉得这个谁还没想明白啊？这个李斌还没想明白。理想其实一开始是想得很透的，小鹏是中间想明白的，对吧？这个谁呢？这个雷军上来就是主打一个，这个雷军这条路其实是，想得非常非常明白啊。我记得我还在猎豹上班的时候，算雷系公司嘛。当时啊，这个小米的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小米电视了啊，第一台小米电视。然后呢，只做一个型号。你像这个乐视电视刚开始做，因为最早的互联网电视其实是乐视电视，乐视电视最早好像是做了2个型号，小米电视的第一个版本就做了1个型号。后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只做1个型号？”他说：“我就赌这个了啊。”说当时跟我们讲的是这样，说电视机厂商他们所做的电视呢，其实真正好卖的也就1、2个型号，但是呢，他需要把剩下所有这些型号的这个研发、制造、库存、物流的成本全都给它做出来，所以呢，他必须要在好卖这1、2款电视里头挣取特别高的利润，你才能够这个把所有中间亏的钱全都挣回来，对吧？他是这样的一种讲法。后来小米说，我就赌了，我把所有的市场调研做完，我就看看最好卖的是哪一款电视，我就做这一款。做完了以后呢，我就不需要为所有这些包袱去买单啊，我也不需要做那么多的这个卖不出去的电视，我就可以把电视做的巨便宜，对吧？最后省的钱实际上是这个钱。小米等于一开始想明白，所以一开始说我就卖1辆车，就直接把它卖爆掉，对吧？这个叫于大嘴啊，余承东就觉得很愤怒。但是这个真的是小米一直是这么干的啊，他呢会上来先做一个爆了，然后再做一个啊，每年做一个上来，然后慢慢的把产品线积累好了，然后发布的时候，你比如说到小米电视这种东西，咱们接着说小米电视，到现在每年其实也就发布1到2款啊，不会发布多了的。但是呢，它在这个店面里头会有过往几年的这个电视会留在里头啊，它每年就会把所有的这个销售的和推广的这个力度都给1到2款产品啊，就是每一个品类1到2款吧。现在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一直以为这都是甲方才有的问题啊，这个就不了解了。这个中国的产品经理很多都是只是互相跟随，A/B 测试也不做，先做对标，而不是先找用户。这个如果 A/B 测试也不做的话，就属于不太负责任了啊，或者说他这个问题有问题啊，就是他的技能还是稍微差一点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B 测试是这个万能良药。啊，点赞点赞，对，欢迎点赞。1块钱给他隐私保护，会触发损失厌恶，是这样啊。心理学上，损失1块钱的感觉比赚1块钱啊情绪要大得多。中国的用户习惯了无隐私的环境，1块钱保护隐私，相当于对于欧美用户，这相当于得到了一种服务，心理状态不一样。你别觉得欧美用户就怎么样啊，一样的，一模一样。你跟欧美人讲说，我收你1块钱，我给你保护隐私，他们也不乐意，一样的，一模一样。好，继续啊，这个余承东怒喷小米啊，这里头有人提了啊，说华为智驾这么牛，为什么不直接去申请 L3牌照，手握全国唯一一张牌照，那不是遥遥领先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政府这种机构啊，它不会说，你做好了我就给你一个牌照啊，不是这样，它还是要去看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状态。对吧？如果整个行业没有发展到这样，我就专门给华为发一张牌照，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就算是唯一的一张牌照发下来，也轮不到华为啊。这个上面还有奔驰、宝马，对吧？还有这个什么很多的国企、大央企，人家还没领到呢。华为是个民营企业啊，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想着说华为啊，这个后边有军工啊，有什么国营啊，什么国家、什么民族啊，这跟他都没啥关系啊。就是在这里，它的这个呃国营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的，轮不上它头一个。
而且就算是华为想去申请这种 L3牌照，也是由华为集团来去做决定，轮不到余承东自己去做决定，所以他再怎么觉得遥遥领先，也轮不到他去做所有这些决策。继续说目前的电动车产业就是权力扭曲市场的产物，这种资源配置更低效，实际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也把百姓当小白鼠，最终的结局就是产能严重过剩，整个行业又留下了巨债给百姓，还影响了行业的长期技术发展这个我觉得呢不是权力扭曲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圣母扭曲为什么叫圣母扭曲？就是号称节能减排嘛这个是从马斯克那儿发明出来的那大家就这么接着往前走呗，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号称节能减排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对吧？全世界政府都在发这个补贴嘛，让大家去换电动车至于说产能过剩呢，那是中国特色的这个问题了至于留下来到底是不是巨额债务，那就是咱们再看呗，咱们等等看。我之前带过产品团队，换了 N 个主 UI，其中有毕业于清华美院的科班但是每次都被老板骂难看。最后自己看了10多本日本设计书，逼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才做过关。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找一个能说的 UI，对吧？你不能说这个，呃，你自己去网好像又卡了一点点这个反正过一会儿卡一下吧。像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对吧？这个做出产品来，老板觉得丑要求换产品经理换 UI，最后就实在不行就找了一个当时能够找到的最贵的、最好的一个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去这个找一个他自己能够信得过的设计，然后那个设计说什么他都信就完事儿了最终其实是老板说了算。而老板呢，有时候也会对这个设计总监提出的要求进行一定的修改，然后修改了以后呢，大家就吵嘛，然后设计总监就冲上去跟他吵，对吧？吵完了以后呢，那没办法，A/B 测试吧，数据说了算，对吧？数据最后有几次那个也挺好玩的，跟我讲说，哎呀，说丑就丑吧，怎么办呢？那个设计总监告诉我，对吧？那我们就这个让他相对来说数据好看一点，也就完事儿了，虽然丑一点因为对于设计来说的话，它要求各种什么一致性各种的这个一种什么表达能力它有很多这样的要求这个对于我们这种直男来说，其实比较难理解但是他们是有一套这样的设计语言的。最终呢，我们是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实现设计的这个规范，以及呢 A/B 测试，然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人性都是一样的孩子欧美人对这个人性都没什么区别。这个点完赞1.75倍追，好吧？我觉得我现在语速已经挺快的了。欧美可能会说隐私保护居然没有，这个现在欧洲人都是直接立法，你敢偷我的隐私，我就直接罚死你，对吧？他不跟你费这劲。这个也不算媚洋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对他们也不是这么了解吧。点你的蚊香去吧，这是哪个？这个欧美顾客心理是标价得上什么什么点99美金这个他们是比较喜欢干这个事儿10.999.99就是不到10美金但是呢，他们还特逗，9.99完了以后，你买的时候还要加税，加完税就10美金以上了。在人身攻击就禁言了对，大家注意不要人身攻击。这个禁言跳台这个
反正我们还是稍微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理性一点啊。怎么看国产创新药最近一个月大涨啊？中药股好像过气儿了啊。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对于国产创新药没什么感觉，不是老板的问题啊，只要是按照原则设计，基本不会太难看。其实你不能这么讲，是你自己看了一大堆书以后，然后呢，你自己形成了一套原则。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那种特别强势的产品经理，就是自己也不懂设计，就特别强势。强势完了以后，最后就摁着设计师上来，你为什么要把这东西设计成这么大啊？为什么是红的？为什么是白的？就是一定要让人说清楚。然后人家最后也懒得说了，然后说那你想要什么样吧？最后人家屈服了，然后他得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挺好看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极其强大的逻辑和说服能力再去把老板说服掉。其实最后好不好看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你唯一客观的东西就是 A/B 测试。如果你没有经过 A/B 测试，对吧？这个你就没法说你觉得好看的东西就是好看，只是你觉得好看而已啊。地区挂在免税州了啊，不用交税啊。这个，但是我在加州买的一些东西也是14.99美金，然后交税的啊。好，我们继续读评论啊，还剩几条有一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偷袭俄罗斯战略空军这个直播吧，有人说你们俩为什么老插话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有一个标准叫电信级服务标准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延迟一定要足够小你如果延迟大到我记得我忘了是多少应该是就是我说话延迟可能是在多少毫秒以内吧。一旦超过了，就是等于没有实现这种电信级的服务，就会相互插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看我们比如日常在一起聊天不会相互插话的原因是，我们说话和听到的这个过程是没有延迟的当你说话和听到的过程是有延迟的，就会插话这个是我们去做这种沟通的过程中的一个 bug 吧，这个没办法。再往后说这个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川普想搞金琼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中国就是纯粹的儿童睡前故事。这个星球大战呢，确实当时是把苏联拖垮了因为苏联的整个生产能力还是比美国差很远。但是川普呢，我倒是觉得所谓的金琼星球大战计划的话，可能还是惦记自己小院高墙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完事儿了，也没想着什么其他乱七八糟事儿至于中国的话，您这个金琼星球大战计划里头需要什么东西不？我们愿意卖给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好，最后这个互联网女王的 AI 趋势预测里头有人说记得以前有人说 AI 会取代程序员，老范还嗤之以鼻，说程序员的主要工作不是写代码，而是改 bug。AI 不会 debug， 现在 AI 已经会 debug 了，而且比人还快。老范的就闭口不提了这个没什么闭口不提的。现在 AI 呢，还叫氛围编程氛围编程什么意思？就是你还是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文章写的说，有人用AI 编程工具写了一个网站写完了以后开开心心就上线了，然后飞快的就被黑客给攻破了，对吧？那黑客攻破的这部分呢，其实是很多经验很多攻防，很多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在 AI 去给你写代码的时候是不会有的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你如果作为一个老程序员，哪怕我以前没写过网站我也会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去做防护，怎么去把安全性搞定这个事情，对吧？但是你让 AI 去给你干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不会干AI 也会干，也会给你写这个安全代码，但是呢，你得自己想得起来，对吧？你告诉 AI 说，哎，我这个需要做一些安全的处理避免 C 扣注入，避免什么其他的问题，对吧？然后呢，请去帮我进行安全检查。而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新手程序员或者外行程序员，他压根儿想不起这事儿来。所以呢，程序员在未来，会有很多的工作不会说程序员未来就没有工作了。第一个是需求会大量爆发，第二个是我们需要去给人修车需要去教人开车，
等于我们以后成为了就是从职业司机变成了为整个汽车产业链服务的这些工程师啊，这个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啊，但我从来不认为程序员会完全被替代掉。好啊，这边再去看一看啊，这个很多老板都没有所谓的设计师审美，说服老板比审美更重要啊，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你比如说你碰到像董明珠这样的老板就比较麻烦啊，他就觉得自己最美啊，把自己做到这个手机的开机画面上，他就觉得这个一定能好卖得好，对吧？这个把自己的脸刷到这个董明珠家什么这种什么生活馆这样的地方，他就觉得这个一定是最好的。那这个你说你咋说服他？你说服不了他。事实上，设计好不好看，不是老板和设计师说的，是用户觉得好看，是真好看，即使可能你觉得很丑。这个里头会有问题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以前是最终判定结果是 A/B 测试，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的时候 A/B 测试也不是，就是完全正确的啊，因为，就是艺术欣赏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一种金字塔型的，就是 A/B 测试呢，一般测的是普罗大众的这个或者叫屌丝的艺术审美能力。啊，而这个整个的艺术审美，比如说我们去欣赏歌剧、欣赏画儿啊，这个东西呢，它是金字塔型的，就是它最终是由专家来去说了算，说哪幅画儿最好。你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什么后现代派啊，什么那个这些画儿，我们根本看不出来是画的什么，对吧？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哎，宫崎骏这个风格很棒，对吧？这个是普罗大众的这个欣赏能力，但是怎么能够把它往上拔啊？所以我前面也讲了说，这个美国的产品经理跟中国的产品经理到底哪一个好这个事儿呢，没有定论啊。这个是我自己有机会去找一些产品经理和这个设计师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些访谈吧。啊，这块儿可以碰撞碰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也很难，很难定稿。最快的定稿方式是一边红，另外一边绿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这种很相近的稿件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去确定的。我记得雷军他们当时搞这个小米海报的时候啊，就干这么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今天要出一张海报啊，假设是小米预期的海报啊，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先画一堆稿，画完了以后，这个挑出这个几张还不错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海报觉得还不错的，比如说先画了20张，然后挑5张，然后把这5张呢贴到满屋都是，然后看一个礼拜。啊，看一个礼拜呢，就有的些看腻了、看烦了啊，有些觉得看着还可以，比较耐看，然后再把这个比较耐看的留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改，改完了以后呢，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几次以后，再定海报啊，就是雷军他们定海报是极其认真的啊，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我要把它贴到这个所有的门店，贴到所有地方去，而且一贴就贴可能是几个月的贴啊，所以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一定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设计这个海报，对吧？然后一定要在海报上得到最大的这种叫做什么呢？最大的转化率啊，这个有很多的玩法。墙内大多数还是领导式审美，是这样的啊，一切以领导的意见为主。看各地那些奇葩的建筑就知道了。对啊，北京以前那个楼上都有一小尖角啊，叫晨曦铜帽，就是他就喜欢这个小尖角。老范有空能不能讲一讲盛大是如何从国内一流网络公司沦落到小作坊的啊？明明手握那么多资源和人才的盛大，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没有啊，我觉得盛大最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吧？盛大最后的就是老板拿着钱走人了啊，然后呢，剩下的就已经不是盛大什么事儿了，对吧？老板早就套现离场了。呃，
多过些舒服日子，就是提高大众审美最快的方式。大众审美是很难提升的啊，这个我觉得永远屌丝是大多数。AB 灰度也都不准，对，它还是有局限性。就是当我们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完全忽略了它的局限性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啊，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所有评论读完。明天有可能会有随机的直播，不一定在几点。然后，呃，再往后的话，就是后天有可能上午会有节目，有可能没有。如果我明天白天没有再录什么节目的话，后天上午就没有了。但是后天呢，应该还是会有我们的正常直播。现在看来啊，这几天的网络确实不是很好，这个再等一等吧，反正过几天总会过去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咱们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再见。